她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皇。叶卡捷琳娜大帝被称为是俄版武则天。在位35年，因其治国有方，功绩显赫，对外扩张，对内改革，使当时的俄罗斯成为欧洲第一强国。他曾放出豪言壮志，如果让他活到200岁，整个欧洲都将匍匐在他的脚下。她的一生拥有23位情人，却与丈夫彼得3世婚姻不睦。1762年发动政变，亲手推翻彼得的统治，将其终身监禁，直至暴毙。如此一位狂拽的女帝，你绝对想不到，17年前她刚嫁过来时，还只是个前怕狼后怕虎，满心期待着爱情的少女。叶卡捷琳娜大帝原名索菲亚，出生于德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，在普鲁士国王的安排下，将她的画像送到圣彼得堡。1744年的冬天，索菲亚受邀前往俄国，将要与皇储彼得政治联姻。此刻的她还在马车上练习俄语，憧憬着未来的幸福。却不知她的婚姻并未得到各路大臣的支持。此时，俄国在位的伊丽莎白女皇始终未婚且没有子嗣，只好先选择外甥彼得·奥多罗维奇作为皇位继承人。但彼得从小在普鲁士长大，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2世极为崇拜，甚至效仿他的做派，带着狗去觐见女王。Король Фридрих немец. Когда я стану императором, я переменю русскую жизнь. 为了让彼得知道厉害，伊丽莎白带着他来到监狱，探访了仅在位2周的上任君主伊凡6世。伊丽莎白将其囚禁，不许人叫他识字，更不让人与他交谈，顿时把彼得吓到腿软。伊丽莎白见彼得如此软弱，也并不对他有过多指望，只想让他与自己选中的女孩联姻，生下继承人，由他亲自培养。此时，索菲亚马车在途中不慎遭遇了意外。一位英俊的男子突然出现在了眼前，索菲亚一见钟情，误把他当成是自己的未婚夫。她十分激动，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嫁给爱情了。Позволь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, князь Салтыков. Цесаревич, нет, я не вас люблю. Нет. 索菲亚心碎了一地，美好的初恋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结束了。但她休息片刻，调整心情，询问公爵要如何赢得王子的欢心。Вы должны понравиться не ему. Кому? Елизавете Петровне. 公主面带微笑，缓缓走进皇宫，觐见俄国女皇伊丽莎白。周围人们议论纷纷，都看不上这位朴素的公主。但女皇来到索菲亚的面前，细看她亲选的储妃，随后伸出了手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Ваш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величество. Ты говоришь по-русски. Без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е сколотишь и сапога. 索菲亚竭尽所能讨好女王，也满心期待着与未婚夫相见。不久后，她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彼得。彼得对她不冷不热，但索菲亚的眼神却是含情脉脉。面对彼得的古怪，他只觉得十分可爱。即使索菲亚表示想去参观彼得大帝的宫殿，但彼得还是撇下他，去看了戏剧表演。索菲亚独自来到宫殿参观，站在彼得大帝的画像前，摆出画中姿势，颇有大帝的风范。此刻的他还不知道，多年后他也会被冠以大帝的称号。索菲亚一心憧憬着美好婚姻，殊不知此刻他的身边早已危机四伏。当时正值普鲁士王国崛起，欧洲各国都准备向东扩张。然而女皇亲选一位德国储妃，促成2国联姻，英法各国的利益受到威胁。法国使臣更是在见到索菲亚时表示，必须让她染病而死，或者直接消失。随后他就高价收买了御医，交给他一瓶慢性毒药。御医则找到他相好的宫女，让他当事儿办。第二天一早，宫女趁着旁人不注意，偷偷把毒药倒进甜品里，再把毒药藏起来，将甜品送到索菲亚的面前。此时彼得表示他也想来一口，看着彼得就要吃下毒药，宫女紧张的说不出话来。这个宫女将毒药倒入甜品，再藏进胸口，将有毒的甜品送到皇储妃面前。谁知皇储彼得心血来潮，舀起一勺送到嘴边。宫女神色慌张，却又无法阻止他。可彼得又突然想给索菲亚看看他的狗。最终，有毒的甜品还是被索菲亚吃下。没过多久，体内的毒药开始发作，直接晕死在了床上。宫女立刻去请来御医，殊不知那御医正是下毒的罪魁祸首。御医对索菲亚进行了放血治疗，还向女皇的近臣汇报，这是遗传性疾病，她也无能为力。但天生要当女帝的索菲亚，凭借着自己超强的意志力，慢慢开始好转。御医见势不妙，找到老相好让他再毒一次，就带着他远走高飞。宫女只好冒险再次下毒，但索菲亚却表示，她更想吃个橙子。Свежих нет, ваша светлость, есть только засахаренные. Я хочу будто. 女仆拿上来的橙子打破了宫女的下毒计划，出门后就将女仆打倒在地，然后落荒而逃。找到御医求他帮忙，御医表面上安排马车让他逃走，背地里却买通旅店老板，下毒将他要死灭口。御医也立马销毁重要文件，却被大臣及时发现抓了现行，就此被剥夺头衔关进监狱，因叛国罪受到严酷的刑罚。
在索菲亚生病期间，彼得从未探望，直到她渐渐好起来，彼得才肯踏足前来。索菲亚热情相迎，彼得却刻意与她保持距离。为讨好彼得，让他尽快求婚，索菲亚为他定制了一份精致的军工玩偶。彼得为眼前珍贵的礼物感动，他坦诚表示，如果没有女皇姨妈的干涉，或许他们真的能好好在一起。索菲亚终于明白了彼得的意思。此时，伊丽莎白女皇走进来，宣布订婚仪式将在周日举行，还为索菲亚选定了一个新名字。Будешь 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, мой отец Петр Великий. 女皇为他戴上项链，让他从此忘掉过去，开启全新的人生。女人按照太医的指示，将双腿张开与肩同宽。太医拿出一块小镜子，检查女人的处子之身。叶卡捷琳娜通过了验证，本以为可以顺利嫁入皇室，但母亲这边却出了纰漏。原来索菲亚的母亲一直在与普鲁士使臣秘密往来，用情报换取不少的报酬。但从他们刚刚来到俄国，女皇就派人在密道里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，更是派上一位美男子俘获了索姆的芳心。美男子拿到了索姆的秘密信件，将其讲给女皇。女皇立刻找到索姆和叶卡当面对质，让他承认自己的罪行，交代都卖出了哪些情报，否则就将他们流放宁古塔。索姆立刻跪倒在地，为了不拖累即将成为皇储妃的女儿，他一五一十地承认了罪行。叶卡这时为母亲求情，请求女皇的原谅，表示他们立马就回家。Домой. Есть 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,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я девица. 女皇说完，愤怒地离开，并下令将索姆关进了监狱。第二天，女皇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，给皇储妃送来了几箱礼服，告诉叶卡成了皇储妃，也就成了皇室的门面。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作为女皇的她，拥有32000套礼服。叶卡顿住片刻说87 лет. Что 87 лет? 叶卡表示，如果女皇每天穿不同的礼服，也要87年才能够穿完。女皇开心地回味着这个数字，试问有哪一位君主不想要长生不老呢？叶卡将女皇哄得很开心，对母亲的事情只字未提，直到女皇离开前叫住她。 Ваше Величество. 女皇知道他想问什么，但也认可了叶卡的聪明和分寸感，表示只要索姆交代了一切，就会将他送回家。叶卡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几天后，索姆被放，母女俩终于得以相见，但深知他们一直在被监视，母女俩开始演戏。 Шон Ивановна. Ваши мечты могли привести вас на дыбу. Уйдите, видеть вас не могу. 分别前，两人紧紧相拥，只能在彼此耳边说出真心话。这时，躲在墙后的监视官没忍住打了个喷嚏，让叶卡更加怒火中烧，对着墙缝骂去。新婚之夜，新郎牵着他的爱犬，带着一列士兵敲锣打鼓，一起进了洞房。新娘被吓得蜷缩在墙角，新郎还在招呼着士兵们坐下。 Но в России другие обычаи. 士兵们依然一动不动，无助的叶卡只好向萨尔公爵求助。正当他准备拔剑时，另一位更帅气的公爵将手杖一挥，士兵们这才纷纷离开房间。然而，就算只有两人在房间，叶卡褪去全身衣物，彼得依旧守身如玉。他害怕一旦生下继承人，自己便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会被女皇姨妈关进监狱里。看着无情的丈夫，叶卡眼中满是绝望，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割破手掌，将血渍抹在了床单上。 不久后，女皇找到女管家，询问这对新婚夫妇的近况，才得知两人最近都是分房睡的。女皇便出了一个妙计，让管家把两人锁在卧室里，锁上整整一夜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去。这时，叶卡走到屏风后，褪去外袍，在闪烁的烛光下，若隐若现的轮廓，使得彼得面红心跳。但此时屋外却燃起了熊熊烈火。 两人的手不自觉地握在了一起，慢慢的靠近。不一会，彼得就倒进了叶卡的怀里。叶卡这才发现彼得发烧了，立马敲门让侍女叫来太医。太医检测出彼得患上了出血性天花，立马想要辞职不干，但却被公爵拦了下来。女皇得知了消息，为了不让之前的计划功亏一篑，女皇加了丰厚的报酬，外加庄园、田地和农奴，用金钱的诱惑冲昏太医的头脑。太医最终没能扛住诱惑。 留下来为彼得医治，不幸染病去世，但彼得却坚强地活了下来。只是天花让彼得毁了容，众人见了他都纷纷躲开，就连见过大世面的女皇见了他。叶卡来到彼得面前，眼前千疮百孔的脸着实，吓得他不禁后退了两步。但叶卡还是鼓起勇气上前，想要亲吻彼得。 Ступайте прочь. 叶卡伤心地离开房间，可这时又收到父亲离世的消息。叶卡冲进墙角，咬住自己的手指，不让自己出哭声来。 女人穿军装，画胡子，英姿飒爽；男人穿裙子，戴假发，浓妆艳抹。这是一场男女互换身份的化妆舞会。王公贵族们提起裙摆翩翩起舞，女人们则穿上一身戎装，帅气逼人。曾对叶卡一见倾心的萨尔公爵来到叶卡的身边。
Прошу станцевать со мной, князь. Не просите, поручик.两人来到舞池中央，伴随着欢乐的音乐，渐渐靠近彼此。萨尔公爵也借此机会表明心意。Если я когда-нибудь кому-нибудь повинен, то это вы. Что? 叶卡还在惊讶之中，彼得却靠过来告诉他，逾越了礼仪的底线。但当叶卡想要和他谈谈时，彼得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两人已经结婚7年，彼得对叶卡依旧爱搭不理，他便开始找寻自己的爱好，开始研究文学和科学。在这段失败的婚姻中，也渐渐走出了孤独和阴霾。但两人始终没有弹下的刺。女皇着急了，召见叶卡，问他到底是何缘由。叶卡只能说彼得根本不愿和自己一起。Я девственница. Брешь. Скажите, что посмотрели. 女皇找来太医查验，证实了叶卡所言属实，甚至开始怀疑彼得是不是个弯的。但彼得还有不少情人，可见这个猜想不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两人依然没有进展，女皇只好找来了萨尔公爵。Тебе нравится 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? Она прекрасна. Вожделел ее. А меня вожделел. Ну, хотя бы вкус. Грешит, Ваше Величество. 这天，叶卡在雪地里被顽皮的孩子泼了一身血，萨尔公爵朝他走来。Я стряхну снег. Помочь. Я стряхну снег. 公爵的手环缓落在脸上，叶卡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。 Помогите. 随后两人便来到一间旅店，开始愉快的二人时光。此时女皇的眼线也紧随其后。不久后，女皇就收到了一线情报，得知了叶卡与萨尔公爵的肌肤之亲，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。很快就计算出，顺利的话，预产期将在9月下旬。女皇丝毫不怕彼得不认这个孩子。 Меня это вообще не волнует. Я отправлю его в каземат. Кам. 为了把戏做足，女皇还命令彼得这几天回到房间。当叶卡刚刚云雨一番，畅快的回到房间时，彼得却躺在了床上，等候叶卡多时。 Я буду с вами этой ночью. Ну, еще несколько ночей. 彼得知道姨妈的用意，懦弱无视的他只好满足一切要求。转眼来到9月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叶卡的第一个孩子成功降生。女皇从婢女手中接过婴孩，立刻转身离开。 叶卡刚才昏睡中醒来，得知孩子被女皇带走，不顾刚刚分娩的疼痛，披上外袍踉跄的来到女皇寝殿。 Ложите, государыня. Ваше Высочество. Принесите мне моего ребенка. 叶卡不顾阻拦，冲进寝殿。这时女皇正抱着孩子哄他睡觉，她告诉叶卡，自己给孩子取名为保罗。还不等叶卡看两眼，便吩咐下人带走去喂奶。叶卡不忍与儿子就这样分开，他跪倒在女皇面前恳求。 Я умоляю. Пожалуйста, я умоляю. Я тебе подарок приготовила. 女皇面不改色，告诉叶卡自己不会追究他，要他留在宫中生下更多的孩子。 Любовника сама себе найдешь. А видеть наследника престола? Умоляю. И прошу. 女皇不再搭理他的恳求，叶卡又忍着剧痛找到彼得，他痛恨女皇抢走自己的儿子，表示会帮助彼得登上皇位，只为要回自己的孩子。彼得却笑他太天真。 Ты чокнутая стерва. Да неужели я один нормально в этом дворце? Я ничего не буду делать. 他有自己的计划，计划便是要把姨妈熬死，等着皇位来找他，随后便杀光所有羞辱过他的人。 Всех. Всех. 这个母亲有多惨？怀胎10月痛苦分娩，生下的孩子竟被女皇夺走。叶卡绝望地回到房间，投进情人萨尔的怀中痛哭。但萨尔却是来与他道别的。女皇不允许这个生父的存在，将他发配充军。叶卡痛哭挽留，但皇命不可违，萨尔还是留下叶卡离开了。2年过去，叶卡被女皇囚禁在圣彼得堡中，在恳求了外交官阿列克邂逅，终于在儿子2岁生日时见到了他。 Я ваша мама. Очень рад. С днем ангела вас. 听到女皇的声音，叶卡立马行礼请罪。但好在今天女皇的心情不错，她告诉叶卡，保罗十分优秀，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，只是现在还不会体面地坐在王座上。 Но ты же научишь, да? 叶卡带着保罗来到王座前，蹲在保罗的身旁，握住他的手。女皇示意让彼得也过去，站在保罗的身侧，牵起他的手。一家人难得有如此温馨的场景。
彼得和保罗慢慢靠近，两人的性格和行为是如此的相似，简直比亲生父子还要亲。很快两人就要分别，叶卡紧紧抱住保罗。Мама, не уезжайте. 叶卡告诉保罗不要伤心，应该坚强一点，然后贴近他的耳边。Я заберу тебя.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заберу. 不久后，女皇就和男友秘密结婚，她想收养保罗作为自己的儿子，再立下遗嘱，在她死后将皇位传给丈夫，然后等保罗长大再顺利继任。丈夫和神父都被这个违背教会的决定震惊，但女皇想得很周全，她无法将皇位传给彼得，不仅是因为她的懦弱无能，还因为彼得是腓特烈的脑残粉。如今国际局势动荡，女皇正要向普鲁士宣战。女皇拿起战书，对着敌国的使臣： Мы, Елизавета I, имея законный повод и желание, объявляем Пруссии войну. 使臣上前一步，准备接住战书时，使臣拒绝从地上捡起战书，女皇也毫不示弱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帅气的波兰王子走上前，捡起地上的战书交给使臣。 Если вы что-то не зразумели, Россия только что объявила вам войну. 波兰王子顺利让使臣收下战书，女皇对他的举动很是认可。下一秒，王子就与叶卡四目相对。有了这一眼，两人之间的故事就将慢慢展开。不久后，叶卡收到一封来信，波兰王子简明扼要地发出约会邀请，信中还夹着一颗小雏菊。叶卡只是微微一笑，没做理会。傍晚，波兰王子就来到门前，闯进了皇储妃的寝殿，大步走到她的面前。 Вы забавны. 刚刚还理直气壮的王子顿时有些局促，叶卡便在这时主动出击，让年下男感受姐姐的魅力。婢女也识趣地关上了门，躲在墙角的观察员依旧记录下了这次肌肤之亲，但他却不知道对方是谁，只知道叶卡称他为 Мой дружочек. 既然密探不知道，叶卡便只好亲自送上答案。他知道身边的婢女是女皇的暗线，很快答案就通过近臣传到了女皇的耳中，但他并不着急处理这件事，想要弄清波兰王子的真正意图，到时候再将其遣送回国。叶卡就这样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。几个月后，女皇召见叶卡，告诉他的情人波兰王子已经被遣送回国了。 В пути. Всем забыла, что у тебя есть муж. Мой муж совсем забыл, что у него есть жена. Мне казалось, и вам все равно, что со мной. А ты что думала, милая? Я долго терпеть буду. Но я же терплю. Вы отняли у меня сына, а я улыбаюсь вам. Кланяюсь, слова говорю вежливые. И в этом виноваты вы. 两个强悍的女人四目相对，暗流涌动，高手过招的气氛让人不禁屏住了呼吸。叶卡毫不示弱的气势让女皇很是介怀。此时战争已经打响，于是女皇便将叶卡和彼得送进兵营磨练。彼得不满这个安排，来到女皇的办公室，刚想坐下就被女皇看见了。 Смотри, какой ты красивый. 皇太子看着龙椅刚想坐，就撞上了女皇。 Сиди, сиди, тебе идет. Смотри, какой ты красивый. 女皇顺便送了他一个行李，更是吓得他六神无主。本想来找姨妈理论，如今也只能落荒而逃。彼得和叶卡被女皇安排去军营历练，可叶卡刚刚来到军营，就被眼前帅气的军官吸引。男人名叫奥尔洛夫，多年后也是在他的帮助下，让叶卡在圣彼得堡称帝。可不一会，奥洛就被一行人抓走，下令抓他的正是女皇的近臣。只因奥洛一不下心，勾搭了厂公的女友，被戴绿帽的厂公愤怒不已，将奥洛关进天牢泄愤。了解了事情的始末，此刻的叶卡只一心想着要把奥洛救出来。 Петр Федорович, надо придумать, как спасти поручика. Я не знаю. Как его спасти? Зато я... 叶卡摇曳着身姿，找到总理大臣，握住他的手，请他帮忙营救他们的士兵。总理表示这事还得找最高统帅。叶卡听取了他的建议，故技重施，立刻找到阿普拉克辛帮忙。 Милый, быстрее! Вот за этот взгляд. Я сам готов на дыбу. 没过多久，奥尔洛夫就被无罪释放。救他于水火的叶卡在此刻回头，大概就是这一刻，奥洛下定决心，此生要为这个女人赴汤蹈火。士兵们出发前，叶卡带上一些礼物前来慰问，鼓舞士气，用小投资换取大回报。他将奥尔洛夫叫到一边，对他下达了指令： Пообещайте мне вернуться. Я буду вас ждать. Ваше высочество, не могу я вам этого пообещать. А вы помните, что я спасла вам жизнь? Теперь она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мне. Вы не имеете права погибнуть. 奥洛没有忘记一名战士的本分，他逼上阵勇猛杀敌，也将竭尽全力活着回来。
俄国与普鲁士的战争在欧洲战场正面打响，但女皇这时却生病倒下了。得知这个消息的彼得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起来，马不停蹄地来到议会现场，宣布立马休战，要与普鲁士国王达成永久的和平。大臣们一脸疑惑，询问他这是谁下的命令。Я, Петр III. 二货彼得的社死现场你见过吗？以为女皇姨妈已经驾崩，立刻赶来继位。Я, Петр III. 还询问先皇的葬礼何时举行。Какие похороны? Она жива? 吓得彼得立马从龙椅上弹起，这波着实是有些草率了。女皇还在鬼门关打转，但宫中的各路势力已经按捺不住。彼得正数着日子继位，总理大臣也在这时找到叶卡，这个阵营想要保举叶卡的儿子保罗登基，再由叶卡来做摄政王。但此刻的叶卡却因为害怕拒绝了，他只想等到女皇驾崩后接回他的儿子。叶卡邀请彼得一起共进晚餐，表明了他的想法，愿意在女皇驾鹤西去后，带着儿子保罗一起离开这个国家。Да езжайте вы куда хотите.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. Но только Павел останется со мной. 彼得唯一的条件就是将儿子留下。 Это не ваш сын. 话音刚落，彼得就抄起手边的雕塑，狠狠地砸了过去。女皇经过了几天的垂死挣扎，终于清醒过来。她知道在她病倒的期间，定有不少人秘密谋反。大臣们的汇报让她无动于衷。可当听到叶卡捷琳娜的名字时，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意外。先是面不改色的处理了几位叛乱的大臣，然后下令召见叶卡，要与他亲自谈谈。他告诉叶卡，只要承认就可以不追究。但叶卡始终没有改口。 Значит, Бестужев лжет. 在他坚定不屈的眼神中，女皇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 Что я в тебе не ошиблась. Милая. 处理完内乱，女皇继续向普鲁士发起进攻，占领多放要地。东普鲁士的百姓纷纷向俄国女皇俯首称臣，其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哲学家康德。前线大捷，叶卡日夜祈祷，也终于等到男友奥尔洛夫即将平安回国的消息。女人站在墙边，苦苦等待着爱人回来。突然，男人将她一把抱起，在烂漫的花海下尽情旋转，在柔软的草地上肆意缠绵。这边皇储妃和上尉打得真欢，那边皇储也和跛脚宫女搞得火热。彼得深宫孤寂多年，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真爱。丽莎原是叶卡身边的宫女，却与彼得一见钟情，成了他的知心爱人。女皇在场宫的口中吃到这两个惊天大瓜，她立刻想到，若是丽莎生下彼得的孩子，只能被认定为私生子，而叶卡和别人的孩子却被当成是继承人，这让女皇不愿接受。得知彼得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，这一次她竟意外的不反对，她下令将奥洛送回前线作战，也禁止叶卡离开皇宫，然后在后花园召见了彼得，告诉他自己同意再婚，只要跛脚的丽莎能够生出继承人。而在结婚前，还要派太医检查丽莎的身体，万一她生出这样的孩子呢？彼得被女皇的侮辱激怒，开始肆无忌惮的破口大骂。 Я вас ненавидел и ненавижу, и смерти вашей жду. Вы умрете, я танцевать буду от радости, и гроб с вашим телом мерзким, расплывшимся велю отправить Фридриху. Кончилось ваше время. 不得不说，彼得能活到今天，只怪女皇的脾气太好了。1761年10月，俄国军队攻下柏林，而不知道是不是彼得骂得太狠，女皇再一次病倒了。弥留之际，她看着床前的彼得，告诉他自己已经立下遗嘱，死后将由男友阿列克谢继承皇位。众人都不知他们已经秘密结婚，彼得只当姨妈是精神错乱，而阿列克谢也不愿当这个国王。女皇伊丽莎白就此含恨离世，皇位便由彼得顺理成章的继承。接受完众人的行礼后，彼得飞奔来到丽莎的身边。 Иди ко мне. Больше никто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мешает нам быть счастливым. 但自从彼得继位，就干了一件又一件离大谱的事情。女人让侍女勒紧束腰， Сильнее тяни. 再披上金色披肩盖住肚子，只为不让丈夫看出隆起的腹部。 Ваше Величество. 刚继位的彼得3世邀请皇后叶卡共进晚餐，却又加了一张椅子，让情人丽莎坐在他的身旁，无下限的羞辱叶卡。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? Позвольте полюбопытствовать. Запустите меня чем-то тяжелым или ударитесь? Мы с Елизаветой Романовной любим друг друга. 彼得要休了叶卡，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再结婚的申请。叶卡强忍住怒火，表示既然已经有宫女伺候，他就先行告退了。 Елизавета Романовна. За заботу. Ваше Величество. 彼得信誓旦旦地提出申请，却遭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。主教表示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就绝不会允许有人做出违背宗教准则的事情。彼得又想到了他的绝招。 Мне 33 года. Я вас с легкостью переживу.
彼得定下了婚期，执意要与丽莎结婚。而自他继位以来，黎大普的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。首先下令结束对普鲁士的战争。作为腓特烈国王的脑残粉，为讨好他偶像，直接将千万战士浴血奋战得来的领土悉数归还给普鲁士。对于在战场上搏杀的战士来说，他的行为无异于叛国。这便是他失掉民心的第一步。又废除了先皇建立的情报组织，表示要做一位明君，不搞地下组织秘密情报。宣读登基诏书时，任性的彼得非要戴上皇冠。公爵告诉他，皇冠要在举行完加冕仪式后才可以戴。Как может император войти на трон без короны? Это что за византийское коварство? 在他爆料如雷时，也只有丽莎能够劝住他。看得出来，的确是真爱，但彼得爱的同样还有普鲁士。当普鲁士使臣上殿觐见时，他挥挥手，将使臣招呼到跟前。Живает мой брат, император Фридрих. Danke, alles ist gut. 彼得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还让普鲁士使臣参加国事的讨论。亲信向使臣的逾越提出质疑，彼得却当场让亲信向使臣道歉。Ну же, я жду. Ja, тоже. 着实只把亲信给整无语了。晚上，彼得和丽莎站在窗前，窗外再次燃起了熊熊烈火。这让彼得想起了18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一场大火之后，他被诊断得了天花。这一次的大火又将带来什么呢？皇后在宫中秘密生子，孩子他爸却不是皇帝彼得。侍女准备将刚出生的孩子送走，却在走廊里撞见了找来的彼得。侍女立马躲进墙角，避开了彼得。彼得敲响了叶卡的房门，刚刚分娩完的叶卡强忍疼痛穿好衣服来到门边。Ваше Величество. 彼得约他明天中午见一面，说完转身就走。叶卡也支撑不住，立刻倒下。好在孩子被侍女城护送出宫。第二天，叶卡找到彼得，他本只想要回自己的儿子保罗，就答应永远离开俄国。但彼得只同意让叶卡走，却始终不愿放保罗，害怕敌人会协助保罗上位称帝。Его ждет судьба Иоанна Антоновича. 彼得的沉默彻底消灭了叶卡的幻想。现在看来，是彼得亲自将叶卡逼成了一代大帝。叶卡刚刚转身离开，彼得又头脑一热改变了主意，下令将叶卡关进修道院。但叶卡早料到彼得没那么好心，他上了马车，却掉进了彼得设下的埋伏。好在这时奥尔洛夫及时赶来，拔剑将宫廷侍卫悉数放倒。Григорий, думала, не увижу тебя больше. 奥洛也终于见到他刚出生不久的儿子，即使身体已经疲惫不堪，但叶卡依然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保罗。只需等到军队从普鲁士回来，他们定会支持叶卡推翻彼得的统治。叶卡换上一身戎装，站在身经百战的将士们面前，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。Обещаю, с Божьей помощью и вашей поддержкой править Россие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и разумно. 这个女人正在谋划一场政变。 Мы должны выступить заранее. Господа офицеры, кто со мной? 战士们纷纷向前，叶卡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 Кланяться императрице! 此刻的叶卡气宇轩昂，在路过彼得大帝的画像时，不禁向他眨眼致敬。叶卡来势汹汹，将彼得吓得不轻。他表示同意让叶卡带走保罗，想要以此条件阻止叶卡。此刻大臣们只好叫醒彼得的天真。 Ваше Величество, это переворот. 眼前的局面也都是由彼得继位后的一系列举措亲手造成。与普鲁士交好，导致军心离弃；解散情报组织，导致消息滞后。此刻的他已经放弃挣扎，解散了最后愿意为他效力的士兵，让他们自行逃命，谋求生路。不久后，彼得和丽莎就被军队团团围住。从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一朝沦为阶下囚。但在生死关头，丽莎也没有一刻要离开的想法。两人也称得上是真爱了。奥洛骑马来到关押彼得的剧院，逼迫他在最爱的沙盘上签下让位诏书，将皇位传给叶卡捷琳娜·阿列克谢耶夫娜。 Сам виноват. Я поздно повзрослел. 而在叶卡登基之前，还有最后一个障碍要清扫，那便是被终身囚禁的前任国王。叶卡来到关押着伊凡6世的监狱。先女皇伊丽莎白在世时，伊凡一直装疯卖傻以求保命。可当他看到叶卡时，以为看见了希望。 Освободите меня. Освобожу. 叶卡走出监狱，看守询问他：先皇下令将劫狱之人处死的命令是否还有效？ Приказ остается в силе. 走出第二扇门，叶卡暗示勇猛的战士，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最后，伊凡等来的不是释放，而是叶卡借刀杀人的计谋。一切都已尘埃落定。这时，初恋男友萨尔公爵才现身，表示自己应该在叶卡和孩子身边。 Вы опоздали на 7 лет. Солдаты должны служить. 叶卡态度明确，萨尔也只好落魄开溜。此时的叶卡早已不是10几年前那个软弱可欺的皇储妃。打开这扇门，他将开启全新的人生。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
Екатерина II,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и сама... 叶卡捷琳娜头戴皇冠，手持权杖，缓缓走向王位。于1762年9月13日加冕，统治长达34年，成为俄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冠以大帝之称的女王。